咱们90%的花友把花养死，其实问题都出现在缓苗上，花还没有正式开始养呢，咱们就咔咔的开始救上了。那么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？咱们刨根问底儿，把这个问题给你讲清楚。这是一个盐分检测仪，咱们拿这个仪器啊，测一下水里边的一个数值。表里显示当前的数值是 0.34， 咱们仔细看这个根系啊，根系里边是含有水分的，咱们捏能捏出来水。如果这个表啊它能插到根系里，那么这个表里边它也会显示一个数值。如果说这个表插进根系里边以后，这个数值显示的是 0.2， 那么水里边的数值比根系的要高，那么这个时候根系是不吸收水分的，反而根系里边的这个水分它会进入到咱们土壤当中。那么这个时候根系的细胞它失去水分了，这个细胞它就会怎么？就会畸形啊，它这个畸形严重了，它不能恢复了，那么这个根儿的细胞就死了。细胞死的多了，你拔出来一看，这个根儿就死了。就烂了。只有等到这个畸形它恢复了，那么这个细胞它才开始分裂，就是咱们肉眼可见的开始长根，开始吸水，开始长根。这个也叫自闭分离啊，是咱们缓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啊。咱们应用到实际操作上来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提高植物的一个成活率？那咱们往这个水里边倒点这个营养液啊，为了更清晰，咱们多给它倒一点。咱们测试一下这个数值啊，数值称一下上来了5点几、6点几是吧？如果说咱们把非常高的这个溶液啊，咱们倒到花盆里边啊，为了给你们拍视频，这颗兰花很可能被烧死啊。咱们倒完营养液以后，再测一下数值啊，从 0.03 干到 1.8几，根系里边的这个水分它可能就往外吐啊。刚才我说了烧苗，这个就是盐含量高造成的烧苗。那么咱们最终的目标啊，就是咱们保证浇完水以后，土里边的这个数值啊，咱们让它尽量的往下走，低一点，这样它根系细胞不畸形啊，它会正常的进行一个细胞分裂，它才会长根。这回理解了吗？根系不爱覆盆，容易死亡啊。那么解决方法第一个就是咱们尽量降低土壤当中的一个数值啊。那么就是说以氮磷钾为主的这个肥料啊，你像这个缓释肥呀、复合肥呀、水溶肥呀，植物到家以后，咱们先不要去用，咱们避免你土壤里边的这个数值咔咔往上走，造成根系不生长。咱们尽量的去浇清水。有人说你瞎白话啊，我一样上缓释肥、复合肥、水溶肥，那这花怎么活了呢？你花养活了，有可能是你这棵植物在发到你手里之前，商家给它用肥了，根系里边的细胞浓度比较高，它不低于你对水的这个浓度，是吧？它能够正常吸水。你们要回过来这个劲儿啊，你们要回过来这个弯儿啊。那还有人说了，那你告诉我，植物到家以后，你可以放那个微生物有机肥去刺激长根儿去，那不它不那啥吗？那么咱们的这个微生物和营养液啊，它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微生物它主要调节的是，就像你人一样啊，它调节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菌群，它靠微生物起作用，它调整好你消化吸收的一个肠道。这时候咱们在吃牛肉啊、龙虾呀、鲍鱼啊，它消化的更好，更利于吸收。其实这个啊，就像咱们用的这个缓释肥呀、复合肥呀，包括水溶肥、营养液呀，先根儿长出来以后啊，调整好根系能够吸收到正常的氮磷钾以后，咱们再去给这些东西。那经常有人问啊，我这个花苞这么多花瓣打不开呀，我用什么肥呀？它得先在你家长出来点毛细根儿，能够吸收氮磷钾以后啊，你去补磷肥，你去补啥可以。没有问题，那时候可以去用啊，它吸收不了，土壤当中这个数值夸夸的往上涨，那么它越来越不长根，最后就是死。那么第二点注意的就是，咱们如果说买到的这个土里边啊，含有椰糠啊、椰壳啊，含有缓释肥比较多的话啊，所谓的这些营养土啊，还有咱们喜欢用这个椰糠、椰壳去种花的咱们这些花友们啊，因为椰糠、椰壳这个东西它含盐量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啊，咱们用那种土去种花的时候啊，咱们浇电根水的时候，用清水多给它冲洗几遍，把里边这个盐分啊，咱们通过浇水给它清理走一部分，这样也可以避免这个土壤盐含量过高的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方法，其实它就可以反过来了啊，咱们尽量的提高，根系里边的盐含量。那么这个带土球的苗不适合啊，更适合你买到的这种裸根苗。咱们可以在清水里加一点葡萄糖，咱们也可以在清水里加一点这个氨基酸水溶肥。是吧？然后裸根苗收到以后，咱们可以泡一下根儿，泡个3分钟、5分钟的。那么泡完以后啊，这个根系里边的这个表插进去啊，那么它这个数值就会提高，它比这个土里边这个值它还要高，那么它就能正常吸水、正常长根儿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